我已经知道是谁拿了你的琴了。他是谁啊？他也在医院吗？这个你就别问了，我自然会把这个女人找出来。为什么不能问？我不光要知道他是谁，我还得问问他，我的琴怎么就跑到他手上了？还有，我得知道陶然是怎么死的呀！香，你先别激动，这我真的不能跟你说，我有我的苦衷。你有什么苦衷啊？难不成这女的还有什么特殊身份？是她害死了陶然，然后逃走了，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姑奶奶，你这都胡猜些什么呀？那陶然他就是溺水身亡。不行，哎，我得去查住院部，我就不信我查不出来他是谁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先坐下。你现在即便是去了，也什么都查不出来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女人身份到底有什么特殊的？她来船上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得，算我嘴欠，我胡说八道行吧？我只负责帮你把琴找回来，其他的，求你就真别问了。不行，西亚，你今天陶然的妈妈已经到宾馆了，现在场面已经失控了。什么？那个打捞工作怎么样了？现在？最后的失踪者就是找不着。之前不是说有一个遗体已经在沙洞里找到了吗？这潜水员找仔细了没有？秦局啊，这都过去1天1夜了，搜索的范围又扩大了很多。那么大的江面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也许要等到遗体自己浮上来。哎呀，那是冲进沙洞得等到哪年啊？那将军，家里边怎么样啊？多谢关心，已经联系上了。我们简短的沟通一下今天的工作重点。我们负责的这个善后工作部分呢，也要紧锣密鼓起来了。伤者的治疗、生者的抚恤，包括家属安抚，这些都要有专门的人来对接进行。那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具体的方案和分工。将军啊，现在这家属的态度还不明确，我怕这分工下去，这具体工作不好做。海事局呢正在安抚家属，等刘东民那儿有消息，我们马上紧密衔接。江队长，不好了！海事局那边说顶不住了，家属们在宾馆闹起来了，让咱们赶紧派人去支援。大姐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们现在要冷静，你们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各位，我们再这么吵下去于事无补，大家现在应该团结起来，向肇事船索赔。人是在你们东江港没的，凭什么让我们上外省去？我们上哪儿上好去啊？就认你！对，就是我。买了票，就意味着乘客和你们东江港之间的运营关系。现在出事了，你们不负责任，谁负责啊？就是你！各位，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嘛。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？那个渔家号的老板是个个体户，你把人和船绑一块卖了，能值几个钱呢？各位，马上要过2节了，还过什么节？天地过节呀，一家团圆，和和美美。可我们呢？我们这些人呢？我今后还有什么节可过？我们要过什么节？我儿子的命是无价的，是无价的。阿姨。呀，陶然没了，陶然没了，怎么就这么没了呢？我的命这么苦啊！他们就搪塞我们，说什么事情还在调查中，不能说。将军，咱们去了怎么办啊？是直接介入吗？直接介入不好吧？公布调查结果，这是海事局的事儿，他们没有把家属安抚好，我估计多半是因为结果没出来，所以才引起家属不满的。说老实话，我们现在过去也没什么用，反而会让家属转移火力，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秦局，这时候你还怕引火烧身？晚了。
我们早被架在火上烤了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我没有分工啊。这海事局调查结果慢，这跟我们没关系啊。这怎么能没关系呢？如果海事局控制不住态势，领导问责下来，能跟我们没关系。况且这类事故的调查需要多部门的介入，如果最终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跟家属解释，我只怕家属的情绪到时候都崩溃了。非常事件非常处理吧，我们不能拘泥于条条框框，一定要给家属阶段性的交代。我们只有跟海事局通力合作，才能尽快的把事故处理完。这个刘东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让他就安抚去了，反而激起民愤了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不能信口开河。你儿子是溺水身亡，我已经和你说过了，事故的细节正在调查。事故的主因是于金浩违规操作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不能算在我们头上啊。什么细节不能公布啊？这都1天1夜了，你们就不能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吗？我告诉你个细节吧，我上船的时候，我的小提琴分明是在我男朋友手里，可是我下了船到了医院，我的小提琴就到了一个女人手里，后来这个女人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我问你，这女人到底什么身份啊？她到船上来是来干什么的？你们问清楚、调查清楚了吗？还说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故意包庇，所以不跟我们这些家属讲。我们先走吧。我来解释，我来解释，听我说，我来解释。哎，我来解释，你听我说。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让我说2句。别说。当官的嘛，当官的嘛。我是港务局局长，我叫江河。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。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传言，但是请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要怀疑我们想处理好善后工作的诚意。我作为港务局的党政1把手，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，省市2级政府对这个事故是非常的重视。从事故的第1天起，就指示要用专门的人员、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资金来进行善后工作。就在今天，程副省长和卢市长又做出指示，让我们一定要理解大家，要设身处地、换位思考，尽量满足大家的合理要求。江河哥，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。阿姨，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江局长说，他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局长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样，大家每户派一个代表，说出你们的诉求。我来说，我来说，我来说，我也说，我也想说说。好的。好，先这样。市长，刚才遵照您的指示，向宾馆那边例行询问了情况，结果那边说，家属对海事局非常不满，闹起来了。他刘东明是干什么吃的？不就是公布一个调查结果吗？怎么就闹起来了？幸亏江局长及时赶到，现在正在那儿处理呢。江河，去，把那个刘东明给我叫来，让他来见我。是。我手里拿的是这次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，这是一份内部资料，不允许外泄的。不过为了让大家知道事故原因和我们的调查进度，我就把这份报告给大家读一下。在读之前啊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点，刚才海事局的刘局长之所以没有公布，并不是无视大家的知情权，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调查清楚以前，我们不能给大家说模棱两可、不负责任的话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那现在我就把报告读一下。你是说家属对你不公布调查结果不满意，
认为你有所隐瞒和包庇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开现场会的底气呢？啊，搞了半天你是个纸老虎啊！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卢市长，事故发生刚才几天，现在连失踪人口都还没找全，调查的结果不可能一步到位。现在刚出了一个初步调查报告，又很粗糙，根本没办法公布。可这些家属呢，偏偏揪着一些细节不放，什么小提琴从一个男死者手里怎么会跑到一个女生患者手里？哎，女生患者又不见了。你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怎么查得清楚？你不查谁查？这是你分内的事儿。是，我是得查，我也得有时间查呀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你就不会灵活处理吗？你不敢公布调查结果，人家江河已经去现场公布了。什么？这就是目前这起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。肇事方呢，就是虞吉号货船。当然了，事情发生在东江港，又是在我们港务局的船上，所以对大家的理赔、抚恤以及后事安排方面，我们会责无旁贷。是不是真的？这是违反规定的。违反什么规定啊？那要出了什么纰漏，谁负责？你怕什么？我问问你，你怕什么？人家江河到现场已经跟家属们说了，这只是初步调查结果，最后的调查结果要等到精确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并且在完善的证据支撑之下才会对外公布。这不就解决了家属们对事故知情权的迫切要求了吗？群众的要求高吗？无非就是政府知道多少，他们要知道多少。你怕什么？你呀，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江河和港务局的班子牵头，你全力配合。你要是给我闹情绪使绊子，耽误了善后处理工作，我撤你局长的职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去吧。我们要求清安追悼会，我们要经济补偿啊，对，每个人400万。不是，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，我们商议以后答复。那你什么时候答复啊？你不会又拖着我们吧？明天，我明天给大家一个答复。市长，遇难者家属情绪控制住了，江局长答应明天对他们提出要求，给出具体答复。估计要请示省市领导。小芳，你看江河处理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有心得呀？对啊，这2天省里边也受到了很大压力，省部省长今天一早又关照过，要尽快妥善解决后续安置维稳工作。去，把这个江河给我叫来，让他来见我。好。我说江河啊，怎么家属提出那么多要求，你都不反驳呢？你说，营养费，什么误工费、医疗费，还有什么住院跑路费，这要求提出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合理了。还有那2个闹得最凶的，我看简直就讹诈呀！秦局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最忌讳的就是跟家属发生冲突。对于家属而言，你给他什么赔偿，都弥补不了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所以，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，我们都应该耐心的听，切忌跟他们讨价还价。这本来就跟我们没关系，你说你干嘛出这个头啊？说句公道话，人是在咱们东江港的船上没的，那怎么能说没关系呢？好，你江大局长觉悟高，那我问你，这么大一笔赔偿金，他怎么赔呀？啊，本来咱们港务局财政就紧张，真要再出这么大一笔赔偿金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你告诉我，这钱从哪儿出？老秦，
你先别急，钱我们不全出，我已经让沈一威去跟保险公司联系了。你说下情况吧。于继浩是一个私人老板，你让他破产了，他也赔不起。不过算上工伤险和保险公司的赔付，情况也没你想那么严重。哎，沈月，你这个毛头小子，你不当家，你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。你知道我们港务局的账上一共有多少流水资金吗？是不是让我们砸锅卖铁，宣告破产去赔偿啊？老秦，我知道我们账上的钱不多了，所以我想着呀，去找卢市长哭穷，让他给想想办法。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啊，要赶紧出一套应对方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细致了，要有针对性，针对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情况，咱们分别做工作。卢倩，你这一天怎么了？感觉你心神不宁的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我送他回去。喂。哎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卢市长那边让我马上过去的。哦，这么快就召唤你了？见着市长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。知道了，跟他要钱。一伟，你跟我走吧，顺便去趟医院，看一看伤者的情况，也了解一下后续的治疗费用。行，我跟你走。好，让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你带卢倩回局里吧。哦。是不是真想上台，把整件事情都给捅出去？是。胡闹！当着那么多人面，真要把超载的事说出来，就把天捅了个大窟窿。捅破窟窿我也要说，谁也拦不了。江河，我对你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。这上百人的家属规模，食宿都很难保证。要是再闹下去，是要出乱子的。是啊，失去亲人，家属们有点激动情绪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也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这件事情，我和程副省长也通过电话了。省领导的意思是要求我们站在家属的立场，充分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只要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，我们都要尽量的给予充分的满足。秦叔，你这是要干嘛？秦叔。啊，倩倩。大伯。让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让你一字都不要说的原因。我问你，出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站在舵手旁边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要有居心叵测的人说你在舵手旁边影响操作，导致裕泰号沉船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过江是去煤码头采访的，凭什么说我影响舵手操作呢？王德刚说船舱满员，把你安排在舵手旁边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老卢啊，你也是老码头了，你明明知道港务局的员工无票乘船，违反规定。如果造成超员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没有事儿无所谓，出了事儿就天大的事儿。有什么责任让我担任？这是撤我，坐牢我去。可这事跟倩倩没有关系，也连累不到您头上去。大伯，卢倩，你听了吗？这件事儿一旦坐实，我们港务局就要付出巨额赔偿金。真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大伯就要受到牵连。秦叔，你知道吗？是陶然他把钱给了我，我才活了下来。
今天刘西雅在宾馆要钱，我什么都不能说。我特别鄙视我自己，秦叔。秦局长，倩倩说的在理，做人不能昧着良心啊。丫头年轻，您老也不更事了。逝者已逝，我们还是想一想活着的人吧。隐瞒事实，我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，秦叔。住嘴！牵扯出这么多无辜的人啊，就是为了你那点良心啊？我是无所谓了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要撤职，要坐牢，无所谓。你大伯呢？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忍心吗？还有王德刚，他老婆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女儿又刚刚上了大学，真要是坐了牢，孤儿寡母的，这怎么办？说是为了你自己的良心，我看呢，就是自私。我现在的决定是，由你和你们港务局牵头，联络各单位、各部门，一定要在节前完成善后处理工作。这个任务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我能跟秦池局长通个电话吗？别跟我耍滑头啊！这个热山芋，你接还是不接？接。不过我确实有困难，需要市里帮着解决。说。我们港务局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。这么大的事儿他都敢接，那胆子也太大了。你这不是把挡在港务局前面那堵墙给推倒了吗？也没想到，卢市长的命令下这么快。江河冲动了，太冲动了，不，岂止是冲动啊，这简直就是幼稚。一旦以我们东江港为主体处理善后工作，即便不承担任何责任，那遇难者家属的情绪呢，是不是也得我们化解啊？老秦，你想什么呢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旧的墙被推倒了，新的墙不是还立在那儿呢吗？江河不冲上去，那谁呀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哼，刘东民不争气，把差事给搞砸了。我们港务局想躲也躲不掉啊。哦，你要这么说，他要是把事儿办成了呢，也算是帮着我们过关了。而办砸了，倒的还是他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江河在卢市长那儿表态领命的时候，考虑没考虑过这一层。嗨，管他呢。到时候帮他理理头绪，把话给他说明了，这样他就没有什么后路了。处理问题就会瞻前顾后，投鼠忌器了，就像是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人了。老秦啊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内科李医生，请到2号病房。内科李医生，请到2号病房。这我也看一眼啊。行。哎，对了，伤者送过来的时候，咱们医院这边是不是都会登记一下？对，您是说接诊记录吧？对对对，给我看一眼吧。行，您稍等。你们不是已经有人看过了吗？有人看过，谁啊？就是每天都来照顾刘西雅的那个男的。
西亚，他们闹他们的，你跟着瞎激动什么？你看你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。西亚，那港务局的局长你认识是吗？是啊，他是我爸的研究生，是以前的公安局副局长，很厉害的。怪不得，前一秒还口口声声说为陶然找回公道，下一秒你就熄火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你刚才的状态。这位同学，胡乱猜疑可要不得。西亚认识江局长怎么了？那不正好帮你们问明情况，讨要赔偿吗？你是建筑集团的老总吧？没有你，我们根本就出不了这档子事儿。西亚，你今天说的那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还有知道的没告诉我们？平时排练演出，我们可都拿你当朋友，可是你呢？这么重要的情况还瞒着我们大伙儿。我也是刚知道的，好吗？你快跟他们说呀！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你赶紧告诉他们呀！西亚，我知道的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还有啊，调查组都没弄明白的事儿，你们觉着我知道会更多吗？啊？行了行了，江局长说明天给我们一个答复，我们等着。西亚，最好表明你的立场，你不要对不起陶然同学。你们怎么能那么说我呢？想，陶然死了，明明是我最伤心。想，你们这些混蛋！刘希雅同学是吧？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啊。你谁呀你？这个善后工作呀，看起来是千头万绪，其实也没那么复杂。那家属呢，无非就要2件事儿：一是要个说法，2就是要合理赔偿。今天下午我跟秦局呢，也跟家属碰了一面，然后也把我们的调查进度公报给他们了。他们也向我们提了一些诉求。大家翻一下资料的第2页，第2页呢，就都是家属们提的一些要求，大家看一看。这无理要求还真多，这不就是狮子大开口要钱吗？还有个女学生说要找她的小提琴，这小提琴是什么世界名琴吗？要是找不到，我们是不是得赔个几百万啊？就是，那倒不会。会前我去医院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学生的诉求，除了赔偿，他们要求在头七之前找到刘希雅那把小提琴，他们想用那把琴演奏安魂曲。这事儿也怪我，希雅啊跟我说，她被救的时候呢，看见个女的拿走了她的小提琴。我还让赵主任在医院挨个病房去问了一下，是吧？对对。后来一忙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。这样，这个事儿我来处理吧。只要这个人出现过，不会凭空消失的。你看，你把它弄坏了。他本身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马我们应该放哪儿？默默，别玩了，洗手吃饭了。我还要再玩一会儿。快洗手了。吃饭吧。真香啊！嫂子，自从你和默默回来之后啊，我妈做菜这水准几何倍数上升了。嘿，嫌我以前做饭不好吃啊？以后还不给你做了呢，我还省事儿呢，我就给我们家默默做。奶奶，我最喜欢吃中餐了。好，奶奶给你做啊，快洗手去。对，洗手开饭。薇薇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跟默默一回来啊，我这家里真是热闹多了。是，家里有孩子就是热闹。可以不得安宁。来，给你夹。妈，您要是觉得冷清的话，让我哥和我嫂子带着默默回来住呗。我同意。好啊。我倒觉得呀，你赶紧给妈找一儿媳妇是正经的。有那么简单吗？嫂子，你在这儿，
这水平怎么不得向你看齐啊？得，我这辈子都没指望了。您得对我有信心。今天我去看了陈传当天的接诊记录，记录上一共有63个人到了医院，但最后住院登记的只有62个人，算上回码头的3个船员，还是少了1个人。而且，接诊记录本上有1页明显是被人撕了。你是说，有一个获救者自行离开了医院？对，这个人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项目，应该是刚到医院就离开了。你说会不会是西雅口中的那个女人呢？关键是这个人为什么要突然的离开呢？2天过去了，他为什么不露面？这不合常理啊！还有，护士跟我说，孟建荣也看过这个接诊单。我在想，是不是他也发现了这个疑点，但是他却一点风没给我们透？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先把明天的家属谈判圆满完成再说吧。曹导，秦局长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回去上班去。什么职位呀？没码头，这工作关系不一直落在那儿吗？因为跟经理闹得有点不愉快，所以才出来干嘛。嫂子，你现在是股东了，我这趟回去啊，我看谁还敢鼻孔朝天跟我说话。哼，那敢不敢啊？那不是你说了算，得看你有没有本事。你没本事，人家照样敢。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可别给你嫂子添麻烦。你还别说，就这老秦呀，这还真是念点旧关系，看着他爸的面，对他还真不错。妈，您这是太不了解您儿子了。我没本事吗？啊，我本事大的不得了，好不好？薇薇，甭听他的。我跟您说，我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平台啊，让我去施展，您知道吧？您不信啊？我嫂子那儿，要是把这个煤码头的经理给我做的话，不出半年，我保证他翻天覆地。薇薇，甭理他。妈，您怎么？那我举个例子啊，您觉得澡堂子现在挣什么钱？那澡堂子能挣什么钱？就洗澡挣洗澡钱呗。那叫澡资还不行？您说这个话呀，让人笑话了。是什么呢？温泉桑拿会所，里边是吃喝玩乐一条龙。只要您去了，他们就变着法儿让您在那儿待上1天半天的，桑拿、按摩，啊，还能看电影，还动不动还得开个房间，还得聊事儿呢。那得多少钱呀？这得看档次了。怎么说呢，小几百吧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要几百啊！臭小子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他是不是经常去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跟您没法聊，不在一频道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现在桑拿的事儿，我现在说的是什么呢？煤码头。小叔，我一直听你都说的是澡堂子啊。就是。叛徒。妈，我看啊，咱们还真别小看了小涛，这脑子挺灵的，在生意场上历练历练，是一把做生意的好手。真的？是我这个嫂嫂也。不过啊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虽然回去上班了，但是你哥跟这个秦局长可不是一条心。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一小喽啰。再说了，我跟我哥也不是一条心的呀。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哥可是一个坚持。您等会儿，我哥现在是港务局的1把手。他想过我这弟弟吗？你哥做事都是坚持原则，你不能为你自己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处处给你哥找麻烦。太偏心了吧，妈啊！天天过来看见的是我呀，我哥人呢？好几天没见着了吧？那你哥那工作天天忙，你闲的没事儿。我是吃闲饭的是吧？行，不是吃闲饭的，来，快吃啊！多吃。郭主席，张会计，你好。郭主席，哎，怎么样？郭主席，你千万别动啊！
真快捷。顾主席，这个就是出事那天被压的2处粉碎性骨折呢。医生说以后也会行动不便呢。顾主席啊，我们都是港务局的老职工了，你们可不能不管。顾主席，你看还有我们家的，怎么办呢？以后是啊，还有我爸呢。你说这……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大家请放心，今天啊，我和张局长呢，就是代表党委班子还有江局长来看望大家的，也就是来解决问题的。啊，目前港务局的情况呢，你们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经营困难，我们也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来保障职工的权益。这些啊，都是局里筹集的那个慰问金，虽然数额少了一点，但也是局里的一番心意嘛。啊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江局长，相信港务局啊，尽快的配合我们，来协商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方案来。现在就好好养病，啊，尽快的好起来。江局长，其他那些家属的工作做得还算顺利，就是最后这2兄弟实在不讲理，反复沟通多少次都不接受我们的补偿协议，就剩前面屋的2个人，就是昨天闹最凶的2个。硬骨头啊！啊，我们去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崩了牙。江局长，咱们是做善后工作的，就算碰到胡搅蛮缠的人，也推不得碰不得呀。哼，怎么怕没分寸啊？放心吧啊，我们干公安的不会野蛮执法，对待穷凶极恶的人，我们有适用的办法啊。为了弥补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损失，经过市委授权、局里领导班子的讨论，也是听取了家属们的诉求以后，我们参照着国内相关事故的最高抚恤标准，拟定了这么一份协议。你们看一看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商量；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呢，就尽快把协议签了吧，也好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。江局长，这不对吧？这不是我们昨儿说那数啊！哦，那你们昨天说的是什么数啊？不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就这么点钱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就是。哎，两位，我们够有诚意的了。得，这不能算赔偿款啊！我告诉你，400万1分不能少，少1分我给你没完！我上你们港务局门口拉条幅去！少糊弄我们！我姐她不能这么便宜就死了。就是。哼，我知道，你们是死者的表兄弟。不过听说你们平时也不怎么来往，现在倒是冒出来，胡搅蛮缠了。怎么了？表弟怎么就不是亲人了？你们该抚恤就得抚恤，该给钱给钱。我劝你们啊，见好就收吧，啊，再这么纠缠下去，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嘿，你还威胁我？你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我刘三是好惹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给钱，这事儿没完。好吧，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啊！欢迎你们来拉条幅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哥，怎么走了？咱不会真1分钱要不着吧？江局长，我们就这样回去了。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挺有分寸的吗？怎么谈几句就谈崩了？我们得跟人家好好说说呀。老赵，对付这种人呀，感化是没用的，你千万不能软。他们一看我们软弱了，就更蹬鼻子上脸了。到那时候提的条件更没边了。那是他们真的来咱们港务局门口拉条幅，甚至闹到市政府怎么办？这影响太坏了。要是给咱们好不容易推进的善后工作造成负面影响，我们不是功亏一篑了吗？对付这种人呀，哼，还得以毒攻毒。学校有管理不严的责任，对于刘希亚他们私下接洽演出的行为，学校是绝对不提倡的。咱们共同配合，相互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安抚好家长的情绪。来喝茶。谢谢。太好了，感谢刘书记对我们工作的理解。不过，学生们提出来要用小提琴演奏安魂曲，我倒是觉得无可厚非。所以找情的事儿，
还请您多费心呢。那是，刘志杰，您放心，已经有眉目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小提琴。哎，你们俩在那干嘛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单位门口，要公道，走远点去。找的就是你们单位，叫你们领导来，他什么时候把钱给我们赔齐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跟你说不着，去找你们领导去。嘿，你们俩还挺横，就你们俩也配见我们领导？在这晒着吧你们！快，叫你们领导去。丁总，您真觉得江涛可用吗？昨天晚上他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，还真是挺让我印象深刻的。现在没码头咱们有话语权了，一会儿到了听陈经理怎么说吧。这要将军知道了，他会同意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，他要避亲，我还想举贤呢。草管人命，还我公道。哎，我在监狱里学过呀，这管是竹字头，监是草字头。对，应该是草菅人命，还我公道。哎，你也动过监狱啊？啊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当年师兄把人打成重伤，判了3年。哎，兄弟，你看了没？这港务局没好人啊，蹲过大牢的在这上班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蹲过监狱怎么了？我看你这形象气质也快了。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没你什么事啊？滚！滚！你们跟港务局不是有仇吗？我也有。咱们是同道。来，二位兄弟，来，好，这边。哎，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啊？嘘，这是病房，声音小点啊。这是我老婆。当初我是港务局的职工，进了监狱之后，他们就把我开除了。我老婆又急就瘫了，他们还不赔偿，恨得我差点拿刀捅了那个江河。啊？你敢拿刀捅他，不怕他报警抓你啊？就是。他不给我钱，也不给我老婆治病，理亏的是他们，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大哥，既然你跟那港务局有仇，那你就帮着我们一块儿要债呗。哎，凭什么帮你们啊？等这钱要下来，大不了哥们儿分你一份儿啊。分多少钱？秦局，那我们也是因为有特殊原因呀。是啊，要不有困难我们会站着呢。就是秦局，哎，我可提醒各位啊，你们现在不是跟我秦池讨价还价，不要拿对付我那套，不管用。江局长已经说了啊，如果谁不搬，干部一律撤职，职工一律调岗。我还提醒各位，这江局长调查的工作做得可细了，你们一家家的该不该搬，谁困难不困难，他这心里都有一本账，清楚得很呢啊！以前这种事儿还要上党委会上投票决定，怎么他一来就变成一言堂了？党委会，你们的做法不得人心，你以为上了党委会有人就替你们说话了？
最后该清退还是要清退的。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啊，那赔偿款呢，10天之内肯定就是到账了啊，请回吧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的。哎。喂，老赵，奔丧？奔什么丧啊？方总也在玉台号上，不是？怎么可能呢？具体的细节你就先别管了，我这是先跟你通个气儿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次老廖很神奇。哎，他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坚守岗位，现在局里效益每况愈下，我家庭负担重，我占办公用房那也是迫不得已，不像有的人，干着肥差，吃着回扣，外面搞名堂，他家里还抢房子，要清那也先清他。陈老二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说谁的？我说谁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对号入座，可不怪我。有本事你到纪委去举报我呀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查不出毛病来，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你以为我不敢举报啊？你一报一个准儿。行了，吵什么吵啊？看看你们什么样子！说这话不脸红啊！我看，要是再不整顿，再不改革，咱们东江港迟早要完。喂，老钱啊，方球平也在玉泰号上，老廖带着人来奔丧了，说话可就要到了，你看怎么办啊？你今天再不把计划表发过来，我怎么给你办？你也找不着廖矿长，那还不赶快去找？我打你电话。不好意思，丁总，你看这样，到我办公室坐坐吧。你敢亲自跑一趟？行。不好意思。喂。什么？廖矿长夫人死在玉泰号上了。哎，丁总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听说廖矿长的夫人也在那艘船上失踪了。对，我正要到医院去确认一下。哎，金局，我现在来医院跟你碰面吧。不用。现在情况也不清楚，你来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样吧，等我进一步调查清楚以后，我再联系你吧。哎，喂，欧阳，哎，咱们去医院。好，去医院。江局长，刘黑子，哼，上次的事我还没找你呢，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把这两个人领到这儿来了？江局长，我们是来要赔偿款的。你以为你今儿上午走了，这事儿就了了？哼！我还告诉你，你们什么时候给钱，咱们什么时候走，我就住这儿。那好，要不要喝点什么呀？随便。茶。喂，哎，保卫科呀。嗯。带几个人上来。哎，这有2个无赖。嗯，在会议室。嗯。别动。哎，刘黑子，你干嘛？你这是犯罪啊！你想坐牢是吧？他们让我帮着要钱，不给钱，我要你的命。哦，原来是你们俩指使的，你们这叫敲诈勒索，知道吗？而且还是主犯，是要判刑的。哎，我不认识他啊，不认识他哈。干嘛？哎，我们不认识他啊，不认识他。把他放下。不是。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
你们俩给我写的字据还在我这儿呢。哎，不信你们看。你们两个还不知道我来港务局之前是干什么的吧？就你们这种犯罪分子，我见得多了。肖明，给我以前那个刑侦队长打电话，叫他过来领人，跟他说啊，一定要从严处理，知道吗？好，张队长，我真不认识他，我不熟，是他主动说给我们带路，帮我们要钱的，我们不熟，不认识他。那个江局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们是来同意您早上提的处理方案的。我们来签协议书的。哦，对，我们是来签协议的，签协议的。对，不是特意来指使他敲诈勒索的。不是，真的，不是，我们真是来签协议书。协议书在哪儿呢？我们马上签。是，马上签。啊，签吧。你们两个看好了啊！这个协议要是签了，就不能反悔了。不反。签完了，签完了。好了，小明，你送上2位家属吧。啊，我审审这个刘黑子到底怎么回事。如果真有你们俩事儿啊，随叫随到，知道吗？哎，行，走了，谢谢。哎，行了，放开他，走吧。走吧。放开了。将军，没事吧？我表现不错吧？谢谢你上次对我那件事既往不咎。上次已经跟你说了啊，这种事情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发生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，上一次我是一时冲动，我要再进去，我老婆，嗨，回去之后我一想这事儿，肠子都悔青了。黑子啊，你家里的困难我都知道了，我已经跟局里说了，先给你分一套宿舍，让你们安顿下来。至于你的工作，还有你妻子的那个医药费，我们后面慢慢解决。只不过这一沉船，顾不上了，多理解啊。谢谢将军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以后啊，不管上刀山下火海，刘黑子就跟着你了。将军，出事儿了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下来！廖矿长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港务局新来的局长江河。你好，廖矿长。江局长，客套话就没了。我来就想问你一句话：我太太方秋萍也在裕泰号上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们什么说法都没有，是什么意思？廖矿长，您确定方女士上了裕泰号吗？确定无疑。秘书已经买好了方总回崖山的票，按理说前天中午就应该到，可这2天过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，这不是遇难了是什么？前2天，我正好也下矿了，没顾上问他。昨晚上开始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一直没人接，我这心里就不得劲儿。后来是达福告诉我，说是沉船了。将军，海事局那里又打捞上来了一具遗体。不是还有一个人没找到吗？那肯定是我们方总。你们都是干嘛吃的？连个人都找不到。想想我们方总就可怜，在这冰冷的江水里泡了2天2夜。我告的是令，省里治你们个打捞不力。廖矿长啊，您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理解。不过现在方女士啊，确实还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。
你还是先冷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将军，说吧。获救的乘客说法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刘希确认在船上看到过方董，而且还跟他聊过几句。之后方董接了个电话，就到甲板上去了。他确定吗？连方董的声音、相貌、身材都描述得非常准确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一个大活人上了你们裕泰号，说没就没了，你们得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我跟你们没完。告诉你吧，方总不仅是我们矿长太太，还是我们崖山煤矿的总会计师。你知道他对我们矿有多重要？今天必须给我们崖山煤矿一个交代。兄弟，你去多劝劝你们矿长，别再火上浇油了。什么叫火上浇油？事儿没摊在你身上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人为什么2天2夜还没捞上来？廖矿长，是这样，有一些不法的盗沙船在江底袭沙，使这个江底出现了一个个的沙洞。这次事故中就有一个遇难者的尸体是在沙洞里找到的。如果方董也……江河，事情已经明明白白了。秋萍上了你们的船，你们就得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我砸了你们港务局！秦局长，薇薇，哎，我不是让你别来吗？这种事儿你也解决不了。是啊，可是我们集团不是正跟崖山煤矿谈合作呢吗？你看矿长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这着急能不来吗？这里面有太多的头绪，我还没有理清。我这不是到医院来调查一下情况吗？哎，秦局长，我听说这个廖矿长可不是好惹的人，他这个脾气一上来，眼里可是谁都容不下。你说这江河偏偏又是一根筋、直性子，你说这俩人碰到一块儿，万一一点就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相信这个利害关系，江河还是拿捏得住的。他现在既然是局长，处理这个问题，他心里有数。谢谢您这么信任他。还有啊，就是，您看我们集团是刚回国开展业务，还是想求全求稳。这刚一开始就碰见这样的事儿，就怕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边做文章，给我们集团声誉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还得请您多帮衬帮衬，一定要软化问题，千万不要升级了矛盾。那是自然了。那就麻烦您了，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集团出面，您尽管说。好，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啊。那您先忙吧。丁总，凭江局的能力处理这件事儿，肯定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矿长，我去摸摸情况。廖矿长啊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就算是拿我跟您夫人抵命，不也要先证明他已经遇难了才行吗？那不遇难，他人现在在哪儿？这都3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失踪人口和死亡人口在法律上那是有明确界定的。像方董这种情况，我们确实是不能将他归为死亡人口。那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搜救还没有结束，那个海事局的搜救船还在江上作业。这样，廖矿长，咱们再耐心多等2天，好吧？哦，要是一直找不到人，你们港务局是不是就准备这么拖下去啊？哎呦，老廖矿长，哎呀，你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老婆死了，你们不通知我，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这船票也不是实名制购买的，乘客里面也没有人认识方总，你们家属也不来找，我们的确不知道这个人身份是什么。那现在都知道了。
你们江局长一直多方推诿，想要糊弄我，我廖汉忠可不吃这一套。廖矿长，我以前做公安的时候啊，确实讲的是，不见证据不下判断。遗体一天没有打捞上来，这方总确实还有生还的可能。这样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郭局啊，你让食堂安排晚饭吧。哎，我这就去办。江局，这食堂是不是有点儿？你让师傅多烧几个菜，好好招待廖矿长和随行的弟兄们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哎，老廖，喝茶。上次焦炭厂老板给你的。哎呀，上次那可是一整船的焦炭啊，是不是有点薄啊？这事儿不简单，你帮他多算1个点的耗损，这10万块钱，咱俩21天做多好。那1个点我至少给他省了上百万，这点就把我打发了，这老板人不厚道啊！哎呀，老朱，这生意场上讲究的是吃亏是福，咱被人算计了，这事儿才能长久。要都那么精明了，把这个会下金蛋的鸡给吓跑了，咱俩不是鸡飞蛋打了吗？我说你们这些老板啊，算盘打的就是精。嗨，你不精啊？来，走一个。来。哎，我听说东江师范来了几个学生，就把你们东江港给吓住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别说东江港吓住了，连省市领导都吓坏了。这事儿好办，我从矿上啊调下兄弟来。廖汉忠不是想把事儿搞大吗？咱就帮他一把，搞得越大越好。喂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哎，来，坐。啊，坐这边吧，坐这边吧，坐这边吧。你们坐旁边一桌，啊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怎么，喝什么酒啊？听江局的意思，今天酒就免了吧？啊，廖矿长又不是来喝酒的。等嫂子有了消息，我亲自带着酒上崖山陪着您喝。秋萍以前出差，我们2、3天不联系也是有的，可这次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。廖兄啊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嫂子平时玩乐器吗？比如小提琴？她呀，平时除了爱买奢侈品，玩石头，没别的兴趣。那您身上有嫂子照片吗？干什么？借来用。一位，麻烦你再跑一趟医院，你让西雅再确认一下背小提琴的是不是方女士。行。哎，来吃吧。啊。哎，老朱啊，你说你们新来的这个江局长是公安出身，那他不会坏了我们的事儿吧？哎呀，也好，咱想办法一起把他弄掉，省得把你们局以前烂事儿啊给翻出来，
你少胡说吧，什么烂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就不要跟我装了。你这个分管调度的，还有分管基建的，这搞商务的，哦，还有那个搞后勤的，哪个不是赚的口袋里囊响呀？我看秦池也没少拿吧。你还真别说，这秦池啊，讨厌就讨厌在这儿，该拿的不拿，不该拿的也不拿，弄得我是左右为难。所以他看不上你们呀，啊，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的。他那个榆木脑袋里啊，只有2件事儿：卢市长的权威，东江港的招牌，谁碰跟谁急呀。老朱啊，你说咱们把动静闹这么大，要是把江河给扳倒了，再一不小心把秦池给掀翻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嗨，该翻的都得翻，想拦都拦不住。对，那东江港的重担以后就落在你肩上了，啊！倩倩，倩倩，你看到我花镜放哪儿了？这花镜放哪儿去？咋了，丫头？发什么呆啊？啊？爸，如果这次的事故东江港真的有问题，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东江港将面临着巨额的经济赔偿。更重要的是，那相关的责任人要被处分、开除、降职，严重的甚至坐牢。妈，你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没有。要真有什么风声，还不第一时间传到你耳朵里？这次啊，幸好东江港是有责无过，这江河啊，处理善后也算周全，否则你爸爸的脸上无光啊。怎么了？累了，回房间休息。这丫头。听大伯一句话，为了东江港的荣誉，你千万不能说自己是宇泰号上的乘客。这事儿也不能告诉你爸爸。牵扯出这么多无辜的人啊，就是为了你那点良心，我是无所谓了。要撤职，要坐牢无所谓。你大伯呢？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忍心吗？你说是为了你自己的良心，我看呢，就是自私。那东江港将面临着巨额的经济赔偿，相关的责任人要被处分、开除、降职，严重的甚至坐牢。
廖馆长，您先说话。刘西雅说，背走小提琴的人应该不是方总，他很肯定方总那天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。你看看，这还不说明问题吗？哎，廖馆长，您先别着急啊。出事那天呢，我们也以为江局的家人在这艘船上出事了，他差点就没扛住。后来呢，才发现是虚惊一场。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所以廖兄啊，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将军，也许那个背小提琴的女人就是刘西雅认错了，我们没必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吧？对呀。可那小提琴去哪儿了呢？矿长，矿长，运输分公司已来了100多号兄弟，现在正在往这边赶。他们问是不是住在港区。来这么多人干什么？是赵副矿长叫他们过来的，说是要给方总讨一个公道。廖总啊，我们那个办公室赵主任啊，亲自去给你安排酒店了。一会儿呢，让郭局陪着廖总回房间休息。怎么，崖山煤矿落我手里，你不愿意啊？谁呀？别说话，我接个电话，局里的。喂，哎，我知道开会。哎，开什么？对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到啊。好的，哎，我把开会的事儿忘了，我得赶紧走了啊。你自己喝吧。去。啊。这朱局还没来啊？那我们先开始吧。哎，来了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海涛回来了，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接。回头再说。哦。事发突然啊，崖山煤矿那边来了上百号人，这如果处理不当，事态恶化，很可能会酿成新的灾难性事件。所以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我们是自我消化呢，还是上报上去？如果不上报，万一以后形势失控，咱们担不了这个责任。我认为应该上报。这个廖汉忠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啊！带了110来号人干什么？这不给政府施加压力吗？这市政府管不了，那城府厂长也管不了他吗？我建议立刻上报。你就是来奔丧的带几个家属就行了嘛，剩下的人全都送回去，港务局伺候不起。朱局长，我觉得还是软处理的好。不管怎么说，咱煤码头2/3的煤都是崖山煤矿供应的，人家是衣食父母，你把人赶回去了，你痛快解气了，咱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东江港还指着人家的煤扭亏为盈呢。将心比心嘛。廖汉忠的老婆是在我们的裕泰号上出事儿了，你就让他发泄发泄吧。只要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，随他去吧。廖汉忠这一块啊，我说咱能自我消化就自我消化。秦局，你的态度呢？我赞成自我消化。这崖山煤矿的人也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，这上报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善后工作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。江局长不是都说了吗？这才是体现我们工作能力的时候，不要动不动就报到市里，给领导添麻烦。好，那我们进行第2个问题，我们让沈一威聊一下他了解到的情况。是这样，这一次崖山煤矿一共拉2车人，我算了一下，有109个，都是说要等方秋平的消息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而且那个叫赵副矿长提出所有人的食宿安排由港口宾馆负责。很明显，这个廖矿长啊，不是来争权益来了，是来赌气来了。所以我说呀，这个钱不能出。哎，他们正在火头上，这火上浇油是要出大问题的。哎，秦局这回说了一句大实话呀。
崖山煤矿实际上是煤码头的生命线，一旦失去这个客户，煤码头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。为了跟崖山煤矿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我们港务局每年1半以上的招待经费都花在他们身上了。更何况人家现在出事了，是来奔丧的，让人家吃食堂也就罢了，你不能连住宿费也让人家自己掏吧？维系客户关系固然重要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纵容他们的无理要求。将军，他们来的人的确不少，但是也不会住得太长时间。只要把他们情绪安抚下来，我想他们该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了。这1、2天的困难，咱们大家想办法克服一下吧。但是钱还是要花的。这个口子不能开，一旦你答应了，保不齐他们后面又提什么无理要求，到那个时候你想挡，那就更难了。将军啊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，不能因小失大。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人，才知道这里边的难处。我原来呢，只分管调度工作，去年老陈局长退休，组织上没有增加人手，他分管的业务也落到我手上了，我压力大，责任也重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导致年终的任务完不成。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。老朱啊，这事儿扯远了。我这人说话就是直，又想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这事儿我整不了。朱局，这不是一个标准。正常的招待费、公关费，我没让你省1分，这个口子不能开。那就特事特办吗？你可以问问煤码头的人，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花？好了好了，张局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争论下去了。这件事呢，我建议动用我们的办公经费来，然后由张江统一核算一下，啊，大家表个态吧，同意的请举手。怎么了？受打击了？唉，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空降干部。那廖汉忠跟港口合作多少年了，分量不可同日而语。学校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今天我跟卢倩去了一趟学校，院办方面倒是通情达理，说会配合我们安抚学生的情绪，但人家也说了，这帮孩子平时就喜欢用音乐交流。提出在祭奠的时候演奏安魂曲也合情合理，院方也着急让我们把小提琴赶紧找着，要不然很难缓和跟学生的对立情绪。现在又多了一个失踪的方秋平，再加上西雅口中那个女人，这玉带号超载的事实是板上钉钉了。这一旦超载，玉带号既有过又有责，关键是这事故善后工作还攥在我们手里，我怕这超载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那好不容易安抚下来的那个死难者家属，又得平地起风波了。这小提琴会在谁手里呢？这还是有多少个人在一起隐瞒这个超载的事实啊？看来我得去见个人了。好，先走了。嗯。朱三才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动不动就往市里报，给领导添麻烦，给东江港火上浇油。废话，人家都开会征求意见了，我肯定要说上报啊，要不然出点什么事儿，市领导怪罪下来，人家说是我们不同意上报的，我背那个黑锅，不是？那你可倒好，你怎么一屁股坐到江河那边去了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？市里头要真要把这板子打到廖汉忠身上，他知道是我们不仗义，这后果会怎么样？我当然知道了，那就是崖山煤矿不跟我们合作了呗，我们失去个大客户，日子不好过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所以说我后来不是顺着你说了吗？
先稳住廖汉中，借这个机会赶紧把江河弄走。你干嘛总想着把人家弄走啊？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老秦啊，你就这点不好，不坦诚。人家抢了你一把手的位置，你还问我为什么把他弄走？行，是我想当二把手行了吧？